这里是魔法界，魔法随处可见，可以骑着扫帚飞翔，可以让重物悬空漂浮。在这个世界，人们理所当然地使用魔法，魔法也理所当然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。人们认为魔法是神赐的礼物，并以魔法的优劣来确定人的身份。而就在偏远的森林深处，有一个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，在动物们目瞪口呆下，少年把几百斤的杠铃舞得虎虎生风。这个老头的名字叫雷格，他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和儿子一起过着二人生活。到了他这个年纪，大部分事都不会让他感到焦躁，除了每次都会把儿子马修硬生生掰一下可怜的大门。明明在这里住了很多年，马修至今都不知道家里大门要怎么开，而且修门的方式也是异常的野蛮，偏偏又顶着一张无辜的脸，让雷格完全生不起气来。马修问格雷为什么要他做重量训练，那当然是因为马修和其他人不一样，完全无法使用魔法，他想让儿子至少掌握一些保命技巧。雷格准备出门一趟，让马修好好待家里看家，千万不要一个人跑去城里。马修表面上答应的好，但一等雷格走后，就迫不及待飞奔去了城里，只为了抢购限定泡芙。马修把硬币递给店员，因为太过期待，硬币居然全被他捏弯了。马修表示自己马上修理好，他拿过硬币随手一掰，硬币立刻恢复原样。看到店员直呼好可怕，这到底哪来的怪力大猩猩啊！此时一阵风吹过，马修的兜帽被吹了下来，而在众人看到马修的脸之后，全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并不是因为他脸上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的脸上什么都没有。魔法警官布拉德正在阅读日报，今年魔法界的神学者已经出现，是伊斯顿魔法学院2年级的学生雷恩，这是一整年表现最为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的称号。除了晋升为贵族，获得10亿金币的奖学金之外，还能被推荐进入最高魔法机关魔法局。布拉德感叹人生不公，神学者前途无量，他却只能在这里过着无聊的生活。正当布拉德掏出魔杖准备教训刚抓来的小偷泄愤时，电话突然响起，报告称有个没有记号的小鬼正在街上闲逛。悠闲吃泡芙的马修自然也注意到这位气氛的不太对劲，虽然爷爷让他不要跑去城里，但是为了哥布林泡芙，这点风险还是值得的。自顾自吃泡芙的马修不小心撞上了90度伏特加的对瓶吹，喝得醉醺醺的胖警察，一个月领不到多少钱还要做这种破事儿，憋了1肚子火的胖警察指着马修想要找茬泄愤。马修看他好可怜，就问他要不要吃泡芙，被同情了，而且泡芙还是吃了一半的。胖警察一把打掉马修手里的泡芙，问他是不是想找麻烦，而且他要怎么赔自己这件衣服。结果话音刚落，马修一把扯掉他的警服，表示这衣服等到回去洗干净了就还回来。胖警察懵逼了，现在已经不是衣服的问题好了吗？这时布拉德走过来，马修就是通报脸上没有印记的小鬼。布拉德刚想说什么，突然身边一阵风飘过，雷格举起自家儿子扭头就跑，在场的人面面相觑。布拉德丝毫不慌，变出一只魔法鸟跟上父子俩。回到家后的雷格生气地斥责马修，都说过不让他擅自到城里去，他怎么就不听话呢？马修很沮丧地认错，太听话搞得雷格都不好意思发火，只好罚他再把早上的训练再做一次。马修乖乖去做，还把买来的泡芙送给爷爷。老实的雷格无言以对，这个年纪的孩子不是都很冲动吗？不应该反抗或者回骂，然后在叛逆的过程中加深彼此的感情吗？但马修也到了想要出门的年纪，为了马修，他们一直都在森林里过着隐居的生活。魔法警察已经知道了马修的存在，就在雷格思考今后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他注意到了窗外监视的魔法鸟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布拉德已经带了2个跟班赶到。马修用5分钟的时间轻松完成了早上的训练量，练完收工回家吃泡芙，就在门口听见屋内传来布拉德的声音。这个世界的魔法如此昌盛的原因很简单，是因为所有不会魔法的血脉全都被除掉了，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必要牺牲。不能使用魔法的人就没有活着的权利。布拉德逼问雷格马修到底去哪儿了，藏匿没有记好的人可是重罪，只要雷格乖乖交出马修，他就帮忙说情让他脱罪。即使被拷问的浑身是伤，雷格也拒不暴露马修的位置。他从小就因为魔力太弱而备受歧视，长大后一事无成，不断失败，没有任何人需要他。正当他准备结束自己这无能的一生时，草丛里传来孩子的哭声，一个脸上没有记号的婴儿被遗弃在了这里，而在被他抱起之后，婴儿停止了哭泣。这是雷格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。从那时他就发誓，即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就算马修遭到这个世界的否定，他都要继续当那个孩子的父亲。雷格紧紧抱着巴拉德的腿，大吼让马修快逃，就算只是他自己，他一定要活下去。布拉德恼羞成怒，举起魔法打算给这个臭老头一个教训。马修破门而入，一拳将其中一个警察砸出了屋子，紧接着扯碎了胖警察的第2件警服。奥义连环扇巴掌之术，1秒10个巴掌，胖警察被扇得当场扑街。雷格不明白为什么马修还要回来，当然因为他们是家人的，敢欺负他爷爷的人通通都要下地狱。布拉德哈哈大笑，连魔法都不会用的人要怎么对抗他？胖警察暗自得意，布拉德以前可是魔法警卫队的，那里的魔法师都没有办法和他相提并论，更何况是没有魔力的劣等人。布拉德更是狂妄地表示3秒钟就解决你。恐怖的魔法攻击朝着马修挥去，只听一声爆炸传来，小破屋炸得原地冒烟，但马修却毫发无伤。布拉德不敢置信
信，刚刚马修居然把他的魔法攻击一巴掌拍掉了。魔法是能用巴掌拍掉的吗？更何况那是用来驱逐巨龙的魔法呀！布拉德不信邪，当场将魔力输出量开到最大，仍旧被马修一巴掌轻松拍开，甚至还能把他的魔法当球玩，根本就是完完全全的看不起他。马修捡起格雷的魔掌，布拉德心生警惕，难道说马修会魔法？他张开魔法屏障防御，反正一般的魔法根本伤不到他。随后他就看见马修拿着魔杖做出了投掷姿态，紧接着魔杖居然破开防御，直直插进他身后的墙里了。布拉德双腿发软，魔杖居然能这么用的吗？马修警告布拉德，下次要是再敢伤害自己的家人，他就不会在手下留情了。马修露的这一手连格雷都吓得一动不动，他确实是为了叫马修自卫者的训练的，但没想到马修会把自己训练成另一个次元的怪物呀！布拉德突然哈哈大笑，提出要和马修做个交易，表示只要他答应自己的请求，他就放了他们父子俩。这个国家每年都会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作为神选之人，让大家崇拜，那就是所谓的神觉者。布拉德让马修进魔法学院成为神觉者，当然他也会提供帮助，只要他被选上，就等于被神认可，社会也会认可他。而布拉德需要的则是一个头衔下的金钱和权利，如果拒绝的话，布拉德表示他会一生一世追杀他们，被他追杀就代表被这个国家追杀。马修强大无所畏惧，但雷格可不一样，是要一辈子过着被人追杀东躲西藏的人生，还是抱着玉石俱焚的觉悟来一发逆转，选择权都在马修身上。马修果断接受了这个提案，如果这个爷爷一起安稳生活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做不到，那他就用自己的拳头将这个世界整个摧毁。